同房时，谢晓光望着我松弛的肚皮，瞬间没了兴趣。自从流产后，他眼中的嫌弃和鄙夷更是不加掩饰。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然后下床：“我去冲澡，明天还有航班要飞。”听着浴室传来的水声，让我心绪不宁。我的头好痛，几乎是跌撞着下床，爬到抽屉边吞下了几片药。他的手机屏幕亮了，上面显示着一条充满玩味的短信。我又想起那天在婚礼上，他对我许下的承诺，而我也玩笑似的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的不忠，我必将自损800地拖你入地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谢晓光向我求婚时，还只是一个飞行部的学员，运气好了，1个月能排上几次学习的机会，运气不好，连飞机尾翼都摸不到。后来他娶了我，我家陪房陪车，还让他一路绿灯成了副驾。尽管同事都在背后议论他，瞧不起他，但起码在我眼中，他一直是那个下班就为我做饭打扫家务，给我准备惊喜的好老公。这天，我吐槽着工作中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一边给我揉着小腿，一边回应着我：“不然你辞职别干了吧，我现在的工资可以养活你。”不行，我这个月有晋升乘务长的机会，我可不能辞职。可没过多久，我却被查出了怀孕。我不可思议地从医院拿着检查报告就打给了谢晓光：“我怀孕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一直都在服用避孕药，我怎么可能怀孕了？”我不断地重复着这个问题，可那头的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。随后，我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就停酒店门口吧，我不想走路了。”谢晓光到家时已是深夜，我只开了客厅一盏落地灯。“老婆，还没睡？”说着就过来亲我的脸颊，而我则不耐烦地躲开。我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他神色紧张，却很快堆满笑容地说着：“只是朋友的老婆，顺路送她。”我半信半疑地警告他：“要是敢出轨，我就杀了他。”他也立马用手起誓保证这辈子都会爱我一个。后来他哄骗着我留下了这个孩子。不久，我向公司递交了休假申请，正是在家里养胎。渐渐的，我开始显怀，可孕期的不适让我整夜都失眠。谢晓光带回了一些中药，说是老家的方子，找医生看过了没问题。刚开始确实感觉很有效果，可是后来我经常感到心悸发慌、头晕。他也只是安慰我说，是我怀孕压力太大了。在一次过马路时，我突然神情恍惚，然后被一辆自行车剐蹭在地，鲜血顺着我的小腿流下来，周围的路人惊恐地看着我。我顾不得疼痛，拼尽力气地喊叫着：“救救我的孩子！”再醒来时，父母围坐在我的床边，安慰着我。“小光呢？”话音刚落，他就推门走了进来，脸色很不好，先是冲着我父母鞠了一躬，然后泪流满面地说：“爸妈，妍妍就拜托你们照顾了，我可能要回老家一趟。”我妈听到妍妍流产后，伤心过度晕倒了，人已经在医院了。我爸妈亏欠地拉住她的手，表示能理解，走的时候还给了她一张银行卡：“拿着吧，毕竟这是太意外了，不然亲家母也不能在医院。”谢晓光走的那些天，我回了爸妈家做小月子。我每天都会不定时地和他通话，可是他却总是表现得很累，不断地给我灌输自己母亲这次住院对身体伤害有多大。我的愧疚在心中深深发了芽。如果我哪天小心一点，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一切都因为我。我开始整夜都失眠，甚至难受起来，头痛炸裂。
1周后，他回来了。我开始不停地向他献殷勤，从来都不知道酱油醋放在哪儿的，我也开始跟着网上视频包揽1日3餐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得到他的表扬，会排很久的队去买他最喜欢吃的生煎包，只因为他说你要听话，妍妍。我现在为了妈的身体已经很累了，她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会伤心难过。我被拿捏住了软肋，听到孩子2个字就会条件反射去做任何事情。后来我疯狂地想要再次怀孕，为了弥补她，我吃很多的药，身材也开始走样。这晚她对我失去了兴趣，起身去冲澡。我看着他手机亮起的短信和照片，我认得那是一张我们公司乘务员的制服照。我不敢质问他，我害怕说出口会失去他。我失去了孩子，不能再失去他了。第2天，我和闺蜜出来下午茶，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自己怀孕了。我诧异着问她：“你不是没有谈恋爱吗？”他目光躲闪地说出是一个有妇之夫的。我劝了他几句，然后分享了谢晓光给我的中药偏方，这服药会让你睡得很好。我当时怀孕，天天失眠，可不久他打来的电话却让我堕入深渊。妍妍，你那个药方有问题吧？我找人看过了，里面有一味药剂量多了，长期下去会让人产生幻觉、心悸发慌，这对孕妇是毒药呀！我在这头没有说话，甚至有几秒忘记了呼吸。我开始打电话找人查证，一下午得到的结果都一样。我紧紧捏住手机，开始回想谢晓光虚荣的嘴脸，一阵恶心。我直接跪倒在地毯上，抱着垃圾桶哇哇大吐。回想起自己流产后的煎熬，自己受的那些折磨，还有忍受谢晓光言语的嘲讽，我抹掉嘴角的污秽物，开始疯狂大笑，直到笑到眼泪都出来，笑到整个人蜷缩在地毯上发抖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有些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晚上吃饭时，我不停思索着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害自己亲生孩子？公司里是否真的有他出轨对象？一时间出了神。谢晓光走过来，温柔地亲吻着我的头发，然后变魔术一般的落在我眼前一条项链。老婆，给你买的，喜欢吗？我假意笑笑，表示很开心。他在后方抚摸着我的脖颈，然后动作小心地给我戴上。老婆，马上要年度考核了，你能不能给你叔叔说一下，走走关系？毕竟你也知道我。我像从前一样乖巧地点头。我在等一个机会。很快，我的产假休完了，新的一轮乘务长考试我也成功晋升。行前，在准备室开协作会时，我注意到一位新成，周颖，她的眉眼很像刚毕业的我，青涩、热情。可她一张嘴却是满满的挑衅。我从容地站起身，走到她面前。培训的时候没考过仪容仪表吗？不知道乘务员不能戴任何首饰吗？她极不情愿地从脖子上取下来一条项链，和谢晓光送我的那条一样。庞佛是错觉，我感觉他正在以一种挑衅的眼神看着我。顿时有无数个可怕的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。起飞前，组员问我需不需要给机长送杯咖啡，我摆摆手表示等会我去，因为这趟航班的机长正是谢晓光。驾驶舱内，他一口饮尽了咖啡，又拐弯抹角地问我：“今天你们带新人了呀？那个新成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关心他？你们有一腿。”谢晓光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，狡猾地反驳着我。我像看小丑一般地看着他。快要落地时，客舱的呼唤铃响个不停。我让5号位过去看看。他极不情愿地走过去，随后就哭着跑了回来。
那名乘客摸我，我要报警。可等我走过去时，只看到被泼了一头果汁、愤怒不已的乘客。你们乘务员有病吧？我伸手捡我的耳机，他说我性骚扰，我碰都没碰到他。动静越闹越大，甚至落地后，乘客都不愿离开。谢晓光此时走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护短的口吻说着：“报警吧，性骚扰不是小事。”一旁的周颖还在哭哭啼啼，谢晓光给他递了纸巾，又递了一瓶水。可我分明看到，那瓶水是他喝过的，这更加证实了我心中的那个猜测。后来事情查清楚，被旅客投诉的他被停职了。这天，我去微博上找一些旧照，看到通讯录推荐好友居然有谢晓光，我点开他的关注，最近的一个人就是周颖。而周颖的微博全部都是谢晓光搂着她在各种地方的自拍。顺着时间线慢慢清晰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抓起手边的电话就拨通了。妈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吗？电话那头的婆婆笑声开朗地回应着我：没事，就是前段时间不小心扭了腰，休息了2天就好了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才意识到人心到底有多恶毒，为了偷腥，连自己母亲生病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。在我小产痛苦万分时，居然还有心情带着情人去海边度假，甚至房费都是刷的我爸妈给的银行卡。为了调查清楚，我托办公室同事帮我留意周颖。后来他告诉我周颖离职了，走的时候还得意洋洋地说想自己的男朋友会给她开一家甜品店。这天，我趁谢晓光洗碗的功夫，偷偷解开了他的手机，很干净，只是桌面多了几个看房子的答。我瞬间看懂了他的意思，回到卧室关上门，打电话给舅舅。舅舅，你在中山路的店铺还没租出去吧？能不能租给我同事呀？搞定以后，我又联系了那个中介，让他以低于市场5折的价钱租给谢晓光。别告诉他这个店铺的来源，什么都别说。事成之后，我多给你1万。很快，谢晓光接了电话，开心的连忙说着感谢的话。我端了杯水，淡定地走过来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开心？他好似反应过来，随即编了个理由，而我则在一旁无声地看他表演。很快，他带着周颖去签了合同，一次性交了1年的房租。我收到中介的信息时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好戏才刚刚开场，可很快我就发现谢晓光不止一个女人。我站在洗手间门口，听着他在里面压低声音的打电话，语气暧昧又焦急。宝贝，你别这样逼我，我压力真的很大，我过2天去看你好吗？周颖只是为了钱，她的甜品店刚步入正轨，短时间不会作妖。那么，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打完电话后，谢晓光悄声地躺上床，从身后抱着我。黑暗中，他渐渐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我将他的胳膊移开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床，生怕发出一点动静。果然，来电通话被删得干干净净。快到年度考核的时候，谢晓光这几天尤为体贴。他需要我家的关心。准确来说，他这个飞行员都是我家给的。可偏偏这次，我并没有帮他。他愤怒地从总部基地走出来，开始拨打电话。此时，不远处的我坐在车里，冷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在被我挂断3次后，他彻底地失去了耐心，一脚踢向旁边的大树撒气。很快，我跟着他的车子来到了一家咖啡厅。我也终于看清了那个女人是谁。闺蜜是我大学的室友，那时的她靠着打工和奖学金维持生活。我心疼她，所以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穿的，我都买2份。还记得生日时，
我送了他第一只名牌包包。他红着眼问对我说：“为什么？你的人生那么轻松有趣，我好想偷走。”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，因为他正坐在谢晓光的对面。他挺着孕肚，情绪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了些什么，而谢晓光一脸不耐烦地起身要走，却被他一把拉住袖子，随后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我随便拍了几张照片，就给周颖发了过去。这场大戏怎么能没有他呢？我看着谢晓光皱起眉头地接通了电话，然后狠心地甩开闺蜜的胳膊就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我推开门坐在了他的对面。显然，吃惊的他迅速擦干脸上的泪痕，还想伪装什么？你和谢晓光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直截了当地问出了口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你也想做一个好妈妈吧？不然你不会告诉我那副中药有问题。说到孩子，他闭上了眼睛，然后沉思了一会，像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妍妍，我对不起你。从前我看着你就像一个公主一样，什么都是最好的，我羡慕极了。我告诉你那副中药有问题，是想让你和谢晓光离婚，因为我怀孕了。还有就是这么多年朋友，不忍心你被他欺骗。欺骗？谢晓光根本不爱你，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，他只是为了利用你，因为你是乔妍，他才娶你。我彻底明白了，原来从一开始都是错付。回到家，我颤抖地从书架最深处掏出一盒烟，点燃后，我猛吸了2口，才得到片刻的宁静。打开 iPad， 看着连接在店铺的摄像头，谢晓光正好言好语哄着周颖，并伸出手发誓只爱她一个，和当初对我如出一辙。还真是个渣男惯犯呀！此时，店里却突然闯进来一个老太太，她手指着周颖开始大骂：“你这个狐狸精，你害了我儿子一辈子，你会有报应的！”周颖心虚地躲在谢晓光身后，拿起手机开始报警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由于老人上了年纪，并不能进行拘留处罚，只能每次都带回去教育，写下保证书。可他却还是隔3差5就来周颖店铺大吵大闹一次。因为老人唯一的儿子就是被周颖骗了感情后出车祸成了残疾人。捕捉到这个信息后，我将周颖的店铺宣传做成了海报，还印上了她美丽的照片，只发给了老人打零工的市场。他一眼认出了周颖。根据地址，老人每周都会来光顾几次。我看着监控画面，不禁笑出了声。这样的好日子，以后还多着呢。谢晓光到家后，像一条丧家犬一般狼狈，想必是今天被折磨得够呛。他语气低沉地问我：“怎么不接电话？妍妍，考核怎么不帮我？我被停飞了。”我忍着自己的恶心，对着他开始撒娇：“老公，我下午问过叔叔了，他说最近查得太严了，真的很难办。你先忍耐一下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好吗？”谢晓光还有求于我，他只好换上笑容的点头答应。深夜，我看着周颖发来的短信：“您好，我想要退租，明天方便办理吗？”终于，他被老太太折磨得身心俱疲，甜品店名声也臭了，彻底开不下去了。我回复：“提前退租，押金不退，还有违约金。”说罢，就把当初签订的合同的这一条拍照给他发了过去。我没注意呀，当时中介也没说呀，我懒得再回复，干脆直接将手机扔在一边。此时，谢晓光也洗完澡，躺上床，他离我越来越近，先是闻了闻我的头发，说：“好香呀。”又开始摸我的小腿。我抗拒地挪开以后，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：“妍妍，你怎么了？
你不是想再要一个孩子吗？你真的喜欢孩子吗？”谢晓光被我问住了，1秒后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表情夸张地说着：“当然呀，我已经准备好当爸爸了。”如果换做以前的我，听到这番话，肯定很开心。而当你真正看清一个人时，剩下的只有失望和恨意。我推脱着身体不适，随意给了他一个吻，就侧过身入睡了。梦里，我在一个无人的空间，到处烟雾缭绕，我边走边呼叫，可是却无人回应我。下一秒，我被一双手深深拽进海里。我想要挣脱，我拼命地让自己跃出海面，可却被海草缠住了脚，我双手无力地扑腾，可是身子却一直往下坠，仿佛要堕入深渊。我被谢晓光摇醒时，他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上方，吓了我一跳。“你做噩梦了，妍妍。”“有点。”我大口地喘了几口粗气后，看了眼时间，就下床来到洗手间，用冷水拍了拍自己的脸颊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又想起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乔妍，还真是让人怀念呢。周颖将电话打来时，是我没想到的。此时我正坐在餐桌前，食之无味地和谢晓光吃着三明治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看到备注 ZY 时，赶忙将静音打开。谢晓光正在一脸认真地看着手机新闻，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慌张的我。随后他发来信息：“房东，我真的要退租，违约金你能不能让我缓缓？”“好。”谢晓光吃过早餐，接了一通电话就出去了。我也很有默契地在20分钟后打开周颖店铺的监控画面。“我真的没钱了，我现在只能给你2万。”“2万够什么？违约金要10万。”“谢晓光，难道你要看着我被那个老太婆弄死吗？”说罢，周颖就把头埋在谢晓光的胸口，随后梨花带雨地哭泣着：“人家真的没办法了，你就帮帮我嘛，好不好？”看着这样的女人，我想是个男人都难不动心吧。我将闺蜜约了出来，看着她如今肚子越来越大，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闺蜜牵强地笑了笑：“生下来呀，这个孩子我自己带大。”谢晓光怎么说？让我滚蛋，他骂我是疯子，让我以后别找他了。我被气笑了，这还真是谢晓光的风格。我拿出一款理财产品给他，并告诉他这几天找机会推荐给谢晓光。小投资，高回报。我在赌谢晓光会不会为了周颖那个蠢女人而上钩。几天后，我航班刚落地，就收到了他的短信：“老婆，平安落地了吧？我在公司车库等你哦，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芒果蛋糕。”拉开车门，就看到副驾驶放着一束玫瑰和蛋糕。谢晓光立马下车，将我的行李箱放在后备箱，随后殷勤地将蛋糕捧在我面前：“老婆，辛苦了，这是你最爱的那家。”我尝了一口后说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“没什么日子呀，就是现在还没有复飞，所以多和你过过2人世界。”“哦，感情在这里等着我呢，时刻提醒我他被停飞的事实。”我假装没听懂的垂着头吃着蛋糕，谢晓光也急了，他一把拉过我的手，开始有些焦急：“妍妍，你再去问问你叔叔，这都过去半个月了。”我随便敷衍了几句，我们就回了家。刚进家门，就看到谢晓光精心布置的一切，浪漫的玫瑰花、烛光晚餐和切好的牛排。我假装很惊喜，回头就抱住谢晓光，在他耳边说着：“谢谢老公，我很喜欢你准备的惊喜，因为很快我也有一份大礼物送给你。”席间，谢晓光不停说着现在自己被停飞的难处，不仅工资只有底薪，
就连同事都开始议论他了。老婆，他们说我是废物，可是他们这么说也是在侮辱你，对吧？我怎么能让你受欺负呢？你要是缺钱，告诉我，我先转给你一点吧。谢晓光听到这话，瞬间两眼放光，随后掏出手机给我展示。老婆，我最近在家没事，在研究一款理财产品，我觉得很靠谱。你放心，我都找专业的人分析过了，风险低。我看着屏幕上这款产品，差点没绷住笑出了声。闺蜜的动作还真快。我假装思索了一会，为难地说着，真的这么靠谱的话，老公我支持你。可我只能拿出10万了。一听10万，谢晓光立马急了，不够呀，我这几天跟着买已经赚了2万了，现在行情好，我怕下个月就没这么好的事了。那你还差多少？谢晓光伸出一只手，我惊讶地说着，50万呀。看着他挠头抓耳的样子，我拉过他的手安慰着，老公，这款理财真的很不错，我们不能错失这次机会。而且男人用钱的地方很多，对吧？谢晓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我又装作为难情的样子。妍妍，有话你就说。我看这个理财可以办理按揭贷款，不如你把给妈买的那套房子先拿去抵押吧，等挣了钱再还就行了。这不好吧？你放心，就算赔了，我问我爸妈借钱给你赎回来，你怕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呀。看着谢晓光拨通了他妈妈的电话，逐渐走向阳台的方向，我在想，这份大礼终是送出去了。我给了谢晓光10万去投资，周颖又将10万违约金打给我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一个骗局了。闺蜜害怕地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谢晓光在电话里扬言要杀了她。我让她保护好自己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等我到家后，发现家里一片狼藉，谢晓光就坐在一堆碎玻璃渣子中间，冲我疯魔的咧嘴笑着。老婆，我被骗了。我缓慢地走过去，蹲下身，此时真的好想揭穿他丑恶嘴脸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还差最后一步。没事，还有我呢。谢晓光准备拿起手机报警，我却慌了，赶忙拦住他。你想让警察去公司调查你一个飞行员居然买理财被骗？还有，这个到底是哪个朋友推荐给你的？他听了我的话后，想到了什么，又放下了手机。我将一切都打扫好后，开始给闺蜜发去短信。放心，我暂时稳住了她，这几天应该不会找你麻烦了。谢晓光却如同鬼魅一般，突然站在我身后，语气冰冷如寒哭：你在和谁发短信呢？我急忙将手机放在口袋里，内心无比慌张，可依然表现得很镇定。叔叔，我想让他尽快帮你复职。听到我这么说，谢晓光又像抓到稻草一般。老婆，谢谢你。可一段时间后，谢晓光没有等来他的复职通知，却等来了周颖上门。他站在门口娇蛮任性地冲着谢晓光破口大骂：我为了你，甘愿做小三，你却躲着我。你是不是想甩掉我？我告诉你没门。我站在旁边冷眼旁观，看着谢晓光逐渐失去耐心，突然重重给了周颖一巴掌：吵什么吵？妈的！我现在只爱我老婆，以前是我错了，现在我们分手了，别来找我了。嘴角被打出血的周颖不可置信地看着谢晓光，愤怒的样子仿佛能吃掉他。你有种，谢晓光！可我周颖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说罢就转身离开了。谢晓光自知现在没有任何底牌，所以只能将筹码全部压在我身上。他在等着我拿钱赎房子，等着我叔叔的关系让他重新回到那个光鲜亮丽的机长大人。
扑通！一进房子，谢晓光就给我跪下了。老婆，你原谅我一次，我就是以前和他飞航班，被他勾引了，我错了，离婚。听到我说离婚2个字，谢晓光慌了，他匍匐着过来，抱着我的腿不撒手。别离婚，别离婚，我求你了，老婆，你原谅我一次，就这一次。然后疯狂给了自己2个大嘴巴，不断地道着歉。我看着自己曾经不顾一切嫁的男人变成了这样，我居然有点可怜他。冷静过后，我说不离婚也行，我们先冷静一段时间吧。后来的几天，谢晓光对我真的如追求我那般，对我有求必应，无微不至。我知道他是想弥补，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公司的解雇通知书邮寄到家时，谢晓光打开看完撕得粉碎。原来是周颖去公司闹了一番，并将事情传得沸沸扬扬。公司碍于企业形象，将谢晓光辞退了。这下冲上云霄的梦想彻底破裂。接连的打击让他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，可我还愿意陪着他。每天我都会变着花样给他做一道菜，有空就带他去散步，鼓励他积极生活。可我知道，一个人要走出来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这晚，谢晓光的头疼病又发作了。我去抽屉里拿药给他，快吃吧，医生说了，1天2次，不然你晚上又睡不好了。亲眼看着他吃下药片后，我放心地关上卧室门。我站在阳台看着这座城市的夜景，远处的霓虹灯让我想起第一次和谢晓光出狱时的场景。我因为贪玩，放假和同学偷偷去酒吧，结果被一群混混搭讪。正当无法躲避之时，谢晓光帮了我。那时的他就像一道光一般降临，他拉住我的手就带我狂奔。我们穿梭在这个城市的街道，听着耳边的风呼啸而过。那一瞬间，万般美好都不敌我们眼中的彼此。想到这里，我给闺蜜发去了短信：你那边一切都好吗？得到很好的回复后，我又开始问她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遇到谢晓光的场景。记得，那是他提前安排好的混混，只为了和你偶遇。很好，原来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抱任何希望，仅剩的一点美好，现在都彻底不存在了。我走向放药瓶的柜子，将一瓶白色的胶囊全部倒出来后，换上普通的药片，然后原样放回去。第2天，我和谢晓光和谐地坐在桌子上吃着早餐。我给他倒了一杯牛奶后，又从柜子里倒了2片药片。吃完要记得吃药，医生的嘱咐。谢晓光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没有离开他，都已经是N次了。他听话的吃完后，又疑惑地问我：上次医生开的不是胶囊吗？我记得很难下咽，这次怎么换了？根据你的病情要随时调整，不然好的没那么快。谢晓光感动地握住我的手：谢谢你，妍妍，还愿意陪着我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心里算着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谢晓光的眼睛现在视物越来越模糊，并伴有严重的头痛病，发作起来必须要吃内药，可是那瓶药却是有很强的依赖性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，他被噩梦惊醒，我拍了拍他的脸颊：做噩梦了，老公。他满头的汗珠，惊恐地望着我：我梦到你不要我了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，妍妍？我突然大笑了起来，在这个夜晚，伴随外面雷声轰动，显得格外诡异。谢晓光，你好歹30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幼稚如孩童？我瞧眼，怎么可能会要一个杀死我孩子的人？我一五一十地将这1年多受到的委屈全部发泄在他身上。我指责着他的贪婪和自私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我所有身体上、心灵上的伤害。
我忍你这么久，终于该你体会我的心情了。谢晓光。黑暗中，借着电闪雷鸣的那一点光亮，我看着谢晓光脸上不可思议到害怕的神情，他似乎还想辩解几句，却被我一一揭开真实嘴脸。我闺蜜张琳说的没有错，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，你谁都不爱，你只爱能帮助你的人。张琳。他开始重复着这个名字。张琳的孩子怎么样了？我知道那是你的孩子，可现在那个孩子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真可笑呀！你就是一条丧家之犬。越来越多的信息开始刺激着谢晓光，他的头痛病又发作了，眼疾也在黑夜中根本无法视物。他抱着头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，求着我给他拿药。我则光着脚冷漠地站在一旁，可我并没有觉得释怀。天亮了，折腾了一晚的谢晓光浑身都是伤痕，他找遍了这个家都没有找到那瓶药。其实那个药瓶就安静地放在床底下，只不过他的眼睛根本看不清楚1米之外的东西。后来我没有和谢晓光离婚，而是找了一家养老院将他送了进去。我给了院长一个信封，拜托你了，只要人活着就行了，其他都由着他吧。院长打开信封，看到厚厚一沓钞票，开心地笑了。放心，全市没有比我们疗养院环境还差的了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谢晓光母亲那个房子其实也在我手里，那个理财产品从头到尾都是我找人开发的产品，说是贷款给银行，其实第三方都是我名下。我将房子的房产证送了回去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也算给他父母一个交代了。闺蜜带着孩子换了一个城市发展，她说新生活新开始，和过去勇敢告别。而我在这件事情以后也辞了职，在世界各地走走停停，见识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情。只不过对于爱情，我再也不敢有过分的期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